最近美国政坛流传着一句惊人的话：美国的未来要靠台湾来拯救。这句话乍听之下令人难以置信，甚至有点疯狂。美国是当今的超级强权，怎么可能需要一个远在西太平洋的小小岛国来拯救未来呢？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巨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挖掘这个令人震撼的预言，带您看清台湾在世界棋局中的关键角色，以及台湾和日本联手是否真能塑造出新的区域力量，甚至成为世界新的霸主。先别急着下定论，我保证听完今天的分享，您对台湾、对美国、对日本之间的关系将有全新的认识。现在就让我们从这句疯传的惊人之语开始说起，逐步抽丝剥茧，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闭门会议上放出美国未来靠台湾拯救这般石破天惊的预测。想象一个秘密会议室的场景，灯光昏暗，几位美国资深议员神情凝重地讨论着国家战略。其中一人站起来，语气笃定地说：如果没有台湾，美国未来的繁荣与安全将难以为继，我们的未来恐怕要靠台湾来拯救。房间里一片死寂，随即引发一阵低声的窃窃私语。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近日在华府流传的真实片段。到底是什么让美国决策圈对台湾寄予如此厚望？台湾凭什么能拯救美国的未来？接下来的故事将彻底颠覆您对国际局势的想象。这些年来，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战略眼中水涨船高。为什么美国需要台湾？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台湾对美国而言究竟有多关键。在科技、经济与安全等各方面，台湾早已悄悄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人甚至用这样的比喻，21世纪的石油是晶片，而台湾就是这个时代的中东。听起来是否惊人？但这正点出了台湾的战略价值。首先从科技和晶片谈起，全球超过90%最先进的半导体晶片都必须依赖台湾生产。没错，您日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机、电脑，以及美国研发的尖端武器、人工智慧系统中，那些关键的大脑晶片大多出自台湾之手。台湾的台积电晶圆代工技术领先全球，5奈米、3奈米等先进制程几乎只有台积电能够大规模量产。美国许多顶尖企业，比如苹果、超微、辉达所设计的高阶晶片都仰赖台积电代工制造，甚至连美国最新锐的 F-35 隐形战机内部五角大厦的先进军事装备里也都有 Made in Taiwan 的关键晶片。这些事实无不强调台湾是美国高科技王国的基石之一。如果失去了台湾的晶片供应，美国的科技优势将瞬间打折，甚至国防安全都会遭受重创。不止如此，台湾还被称为细盾，意思是细晶片形成的保护盾牌。这个细盾一方面保护着台湾本身，让意图攻击台湾的对手投鼠忌器，另一方面也保护着美国的利益。因为只要台湾持续提供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机器就能顺利运转，美国在人工智慧、超级电脑、先进武器等领域就能保持领先地位。可以这么说，台湾的晶片就是美国未来竞争力的命脉之一。难怪有美国议员夸张地说出台湾拯救美国未来这种话。在半导体这件事上，台湾还真是某种意义上的美国救星。除了晶片产业，台湾的战略地缘位置同样让美国无法忽视。翻开地图您会发现，台湾位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中心点，北接日本琉球群岛，南望菲律宾，正好卡在东亚与东南亚交界的海上要冲。这片海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运航道之一，每年有大量货轮运送石油、商品通过台湾附近海峡。如果台湾落入对手之手，这条生命线很可能被掐住。不仅东亚各国经济要遭殃，美国的全球贸易和军事部署也会受到严重威胁。难怪美国的战略专家们常说，得台湾者得西太平洋。台湾就像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稳稳地镇守在第一岛链上，牵制着潜在的扩张势力。若是没有台湾，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将出现巨大的破口，整个亚太安全结构都会被重塑。而有了台湾这块战略堡垒，美国和盟友就多了一道天然屏障，从南到北串联起日本、台湾、菲律宾，形成对区域霸权野心的强力遏制。别忘了，价值观和制度的意义
也是美国看重台湾的原因。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华人世界中闪耀着民主灯塔的光芒。当今国际局势下，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角力日趋激烈，台湾恰好站在这场制度竞争的最前线。对美国而言，守护台湾不仅是守护一块战略要地，更是守护民主价值与自由理念的象征。如果任由台湾被武力侵吞，将被视为民主阵营的重大挫败，全球专制势力都会因而更为嚣张。而台湾的坚持和成功，则能鼓舞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正因如此，美国朝野对台湾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与道德义务感，认为不能让民主的台湾孤军奋战。可以说，台湾安全攸关着美国的国际信用和民主阵营的士气。难怪最近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站在台湾这边，认为应该深化和台湾的伙伴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挺台湾其实也是挺美国自己长久奉行的价值观。综合以上种种，科技上，台湾掌握着美国未来产业的关键；军事地缘上，台湾扼守着美国亚太防线的门户；价值理念上，台湾代表着美国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这三方面加起来，使得台湾的战略地位今非昔比。或许在几十年前，台湾对美国还只是冷战棋局中的一枚棋子，但在2020年代的今天，台湾俨然成为影响美国国运的一颗关键棋子，甚至可能是决胜负的那颗棋子。也难怪会有台湾拯救美国这样耸动的说法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表示美国变得脆弱无能，需要台湾拉一把才能活下去。真正的意思是，台湾的存在和成功将大大增强美国在21世纪的优势，避免美国在与另一个强权的竞争中落于下风。反之，如果台湾不幸失守，美国的全球地位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正因为台湾对美国如此重要，美国不仅口头上称赞台湾是经济强权、民主灯塔，更在实际行动中千方百计地支持台湾，稳固台湾。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美国在科技、晶片、安全与地缘政治上对台湾的依赖与布局。美国究竟做了哪些部署，来确保台湾的安全和繁荣，从而也保障美国自己的未来？刚刚我们提到台湾供应美国关键的晶片，这其实只是台美科技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美国早已开始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强化和台湾的链接，建立一张环绕台湾的安全网，同时确保美国在新冷战般的科技竞赛中稳操胜券。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美国的布局。首先，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美国积极拉拢台湾加入民主晶片联盟。2022年，美国牵头倡议所谓的晶片四方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台湾、日本与南韩，目标是整合彼此的优势，打造一个不受单一国家威胁的半导体供应链。想象一下这4个地区各自扮演的角色。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晶片研发设计能力，日本掌握尖端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技术，南韩也是重要的晶片生产与记忆体大国，而台湾则是世界级的晶圆制造中心。把这些伙伴紧密结合，就形成了一道牢固的产业防线，既确保了先进晶片不会短缺，也避免让对手轻易突破技术封锁。台湾在其中扮演的正是不可或缺的制造枢纽角色。美国非常清楚，没有台湾就组不成这副最强晶片阵容，因此华府对这个晶片同盟极为重视，积极促成定期对话协调，务求让台积电等台湾企业放心在这联盟内合作，共享资讯。一旦这个晶片联盟运转顺利，全世界最尖端的科技产品供应就牢牢掌握在美日台韩手中，自然也就握在美国手里。与此同时，美国也拉着台湾一起对某些国家进行晶片出口管制。2022年底开始，美国针对中国大陆实施严格的先进晶片技术禁运，要求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盟友一起配合。台积电、联电等台湾厂商纷纷响应美国政策，停止向对岸提供尖端制成的晶片或技术服务。日本和荷兰也在美国奔走下，加入了这波出口管制行动，限制先进光刻机等设备卖给中国。这种前所未有的协调行动，说明美国把台湾视为高科技战线上的队友而非棋子。美国需要台湾站在自己这边，共同压制中国在人工智慧、
高性能运算领域追赶的势头。可以说，在半导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美台已经并肩作战，而台湾的配合正是拯救美国科技优势的重要一步。再看军事与安全层面，美国这几年的种种动作都在打造一张围绕台湾的防卫网络。首先是对台军售和军事训练的升级，美国源源不断提供台湾各种先进防御性武器，最新型的 F-16伏战斗机、海马斯多管火箭、聪明的巡弋飞弹，甚至考虑让台湾获得水雷和无人机技术。这些武器目的只有一个，让台湾变成一只豪猪，全身长满尖刺，任何对他想下口的猛兽都得三思而后行。美国国会每年都通过对台军售案，两党几乎一致支持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有议员直言，我们要把台湾武装到牙齿，让任何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从这句话就听得出来，美国立法部门对台湾安全的重视程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武器，美军也在暗中协助提升台湾的军事准备。近来有媒体披露，美军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小分队已悄悄驻台训练，教授台湾军人不对称作战的战术和策略。虽然人数不多，消息低调，但这件事本身意义非凡。这可是自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以来首度传出美军在台执行任务的证据。美国虽然表面上维持所谓战略模糊，但实际行动却越来越清晰。华府想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不要怀疑美国会协防台湾，我们已经在行动。再把视野拉广一点，美国也在区域布局上把台湾置于一个盟友网络的核心节点。我们看到，美国近年大力强化与日本、南韩、澳洲、菲律宾等印太盟国的安全合作，而每当谈到亚太安全，台湾议题总是被突出强调。举几个实际例子，美日两国领袖高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史无前例地多次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重要性。美国与澳洲的部长级会谈也公开表示要共同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甚至连距离较远的欧洲盟友，像英国、德国、北约组织，在美国奔走下也首度关注起台海安全，派军舰来亚洲巡航以示支持。美国在编织一张全球挺台联盟的网，务求在外交上孤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势力。同时，美国更和日本拟定详细的军事协同计划，一旦台湾有事，美日军队将如何分工合作。据日本媒体报道，美日已经研拟在台湾有事时，由美军在日本南部的离岛设立临时基地，部署飞弹部队，共同抗敌。美军甚至开始物色菲律宾的基地作为支援点，以便在需要时快速驰援台湾。这些都显示出美国正带领盟友们预先铺好路，一旦台湾爆发危机，可以立即组成多国部队应对。这种高强度的备战姿态以前几乎不可想象，但现在却堂而皇之地进行，反映的正是美国态度的转变。台湾安危被视为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枢纽，美国在政治与经济上也同步出招，减少台湾的孤立处境。比方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一连串友台法案，鼓励双方高层官员互访，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现任议长接连在2022年、2023年访问台湾，更是打破历史惯例，向全球宣示美国对台支持，不分党派，上不封顶。美国行政部门今年也和台湾签署了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协定，这实质上是台美自由贸易的一小步，却是一项重大政治象征，表示美国愿意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连结。此外，美国还在国际组织为台湾仗义直言，例如多次力挺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等。可以说，美国全方位的在帮台湾融入国际社会，同时也是在巩固民主阵营对台湾的承诺。毕竟，只有当全球主要国家都站在台湾这边，任何对台湾的不利行动才会投鼠忌器。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下大棋，而台湾正是棋盘中央的那颗车或皇后。美国深知保卫台湾等同保卫自身利益，于是无论在科技、军事实或外交上，都投注前所未有的资源和心力。在这盘大棋局中，美国不仅是台湾的守护者，
也是和台湾并肩作战的盟友。曾几何时，台湾需要仰赖美国的军力庇护，而如今在许多关键领域，美国同样需要仰赖台湾的配合与贡献。这种彼此依存的关系，正是那句美国未来靠台湾拯救的真实含义。不是谁单方面拯救谁，而是双方紧密合作，各取所需，共同守护彼此的未来。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为什么美国政界会出现那样耸动的预言了。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早已渗透在从高科技产业到国防安全的每一个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1世纪的竞争中，谁拥有台湾这个盟友，谁就多了一张王牌。美国当然深谙此理，并下定决心不让这张王牌落入对手手中。也因此，未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和台湾关系只会越走越近，支持力度越来越强。不管官方语调如何克制，实际行动却已经表明一切。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台湾安则美国安，台湾强则美国强。然而，在保障台湾的路上，美国还有一位关键伙伴不能不提，日本。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东瀛，来看看日本与台湾之间在科技、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趋势。毕竟，有人预言，台日融合可能成为世界新的霸主。如果说台湾能拯救美国的未来，那么和台湾并肩的日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合作近年来迅速升温，从科技产业一直延伸到经济贸易和安全战略。这种亲密程度让人不禁联想到台日融合这个词汇。尽管台湾和日本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双方的互动密切程度几乎已经媲美盟友。日本与台湾在各领域的关系为何如此热络？两者携手会对区域格局产生什么影响？让我们一一来看。首先是科技与经济合作，台湾与日本经济互补性极高，特别是在半导体、高科技产业方面，双方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供应链关系。举例来说，台湾是晶片制造龙头，日本则是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的供应强国，制造晶片所需的关键机械和高纯度材料，很大一部分都依赖日本企业提供。而台湾台积电等代工厂掌握制造工艺，把这些设备材料变成一颗颗功能强大的晶片，两者就像乐团里的吉他手与鼓手，缺一不可，配合默契才能奏出美妙乐曲。过去这种合作多半在商业层面默默进行，但近年来上升到了政府战略合作的高度。2021年，台积电宣布在日本熊本县兴建第一座晶圆厂，这可是在台湾本岛以外首度设厂。这座晶圆厂获得日本政府大力补贴，索尼、丰田旗下企业等日企也入股合作。日本政府为何这么积极？因为日本想借重台积电的技术，重振日本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同时保障日本产业在地供应晶片的稳定。对台湾而言，这也是深化与日本经贸关系的重大投资。一旦熊本厂投产，台日之间不只是买卖关系，更是共同生产、利益共享的伙伴。未来双方可能在更先进制程上展开合作，比如共同研发2奈米技术。想象一下，日本技术专家和台湾工程师并肩在实验室攻关，那将会是科技史上的经典一幕。除了半导体，台日还在人工智慧、无人机、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携手。今年夏天，日本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英之访问台湾，和我国部长会谈时就提到，台湾在 AI 服务器与晶片制造居世界前列，日本在半导体设备、材料和航空、无人机技术上有强项。如果台日能整合彼此优势，就能加速推动 AI 和无人机在产业上的应用，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先机。这已经不只是企业行为，而是政府层级在牵线搭桥，双方甚至讨论共同建立产业园区、技术交流平台，方便人才培育与研发合作。可以说，台日正在打造一种高科技产业的共生关系。日本提供硬体与基础科技，台湾提供制造实力与应用创新，双方互补长短，共同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经济上的合作当然也包括传统产业与贸易投资。日本一直是台湾第3大贸易伙伴，每年双边贸易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台湾人爱买日本商品，
日本人也爱买台湾货，像食品、日用品、电子零件等等，双向交流频繁，更别提观光旅游交流。疫情前每年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日旅客互访，彼此文化交流热络。日本街头常可见台湾观光客，台湾夜市里也时常碰到日本背包客。这些民间交流累积的情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衡量的。还记得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时，台湾民间自发捐款超过200亿日元救助日本灾区，金额之巨令日本人民感动不已，至今念念不忘。日本媒体惊呼，台湾一国的捐款额竟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和。几年后台湾发生重大灾难，日本也以各种方式迅速援助。这种患难见真情的互动，使台日之间累积了深厚的善意与信任。日本有句话，台日一家亲，在很多普通日本人心中，台湾就是最友好的邻居之一。这种民意基础为双方深化合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在谈到安全与军事上的合作趋势，虽然台湾和日本没有正式外交与军事同盟，但面对日益严峻的区域安全环境，双方实质上的安全互动明显加强了。日本近年的政府官方文件，包括防卫白皮书，首度明确把台海和平稳定列为日本安全利益，直接点出台湾局势会影响日本存亡。日本领导人也不避讳公开谈论台海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21年时的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等于把台湾安全提升到日本国家安全的同等高度来看待。意思是，如果台湾发生危机，日本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因为那等同日本本身受到威胁，美日安保同盟也将卷入。安倍的这番话震动了国际社会，也显示日本战略思维的重大转变。以往日本对台海议题总是避而不谈，低调处理，现在则敢于直言不讳，为台湾发声。不只是安倍，现任执政党高层也有类似表态。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就曾表示，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日本可视情况启动存立危机事态，也就是日本生存受到威胁，日美将必须共同防卫台湾。麻生还语出惊人地说，如果台湾倒下，下一个目标就是冲绳。这话虽然直接，但确实反映日本的忧虑。台湾一旦被攻占，日本南方的琉球群岛和海上航道都将赤裸裸暴露在进攻者面前，特别是距台湾很近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将首当其冲。换言之，台湾就是日本西南防线的一部分。台湾安全与日本本土安全紧紧相扣。这几年，日本自卫队也明显在加强西南诸岛的军备部署，包括增设飞弹部队、雷达站等，就是为了防范台海发生突发状况时能及早应对。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日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安全对话与准军事交流。2022年起，日台两国执政党的国会议员成立了安全对话机制，通过视讯定期讨论区域情势、防务合作等议题，这等同是半官方的小型2+2会谈及外交国防对话。虽然没有公开细节，但能想见双方有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交换意见，例如如何协调因应突发事件，如何彼此提供后勤支持等等。除此之外，日本也开始放宽对台接触，一些重要的日本前高官、具影响力的人物纷纷访台，像前首相森喜朗多次来台致意。最近麻生太郎也以执政党副总裁的身份访问台湾，创下1972年以来日本政治人物访台的最高层级。麻生在台湾期间明确表示，现在正是日本、台湾、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展现决心的时刻，要让潜在的侵略者知道，我们准备好并肩作战保卫台湾。这番在台北发表的谈话，无疑是在世界面前秀出台日美团结一致的姿态。可以想象，在不公开的层面，日本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可能还有更多，例如情报交流、海上救援演练，甚至不排除未来日本以非官方方式协助台湾进行军备现代化。所有迹象都显示，台日正在逐步建立某种准同盟关系，没有条约明文，但有实质合作；没有公开宣称，但有共同战略目标。经济上相融，安全上互信，民间感情上更是紧密。这些条件加总起来，就形成了台日融合的雏形。或许您会问，
台湾和日本终究不是主权对等的国家关系，这种融合能走多远呢？这正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台日融合是否可能在未来形成一种新型区域领导力量，甚至成为世界新的霸主？这听起来胆大包天，但别忘了，我们开头提到的美国议员预言说的就是这档事。现在美国人都在关注台日联手的潜力了，我们也大胆来想象一下那样的未来图景。试想在未来的某一天，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更进一步，达到近乎融合的境界，两地经济高度一体，科技产业链紧密相扣，在安全上彼此协同，有难同当，在外交上默契十足，共同倡议自由民主价值。这样的台日联盟会是什么样的分量？会不会成为撼动世界格局的新力量？甚至有人称其为新的霸主。让我们从几个面向来分析。经济实力方面，日本目前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台湾约排名第20左右，但拥有举足轻重的高科技产业。如果两者经济更深度结合，台日合体的经济规模可达6兆美元级别，这在全世界将仅次于中美欧盟，几乎可以比肩一个中型超级大国的经济体量。而且这6兆美元并非传统工业经济，而是充满高科技含量、创新能力极强的经济体。日本在汽车、机械、人寿、医疗等领域有全球知名企业，台湾在半导体、信息、电子、绿色科技方面领先群雄，两者强强联手，可以想见会擦出无数火花。例如共同研发新一代电动车技术、AI 人工智能的联合创新、生物医药的合作，许多我们现在只能想象的产业新局面，都可能在台日合作下实现。如此一来，台日联盟将不仅仅是亚太经济的火车头，更可能成为引领全球科技趋势的火炬，科技与产业霸主地位更是可期。我们前面提到半导体产业，若台湾和日本进一步融合，将形成一条几乎牢不可破的先进科技供应链，从上游的材料、设备，到中游的晶片制造，再到下游的终端产品应用，都紧紧绑在一起。台日组合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可能仅次于美国，甚至和美国平起平坐。举个例子来说，未来全球若要量产2奈米以下的尖端晶片，很可能只能依赖台日共同掌握的技术。未来谁要发射太空卫星，里面的核心电子元件或航太材料，也许就是台日联造，甚至下一代网际网路、量子计算突破，背后都有台日科研团队的联合身影。当两个技术强国深度协作，其创新的爆发力将远远超过各自单打独斗。这种创新领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标准制定权、知识产权收益以及对全球产业链的掌控度。到那时，台日联盟在不少关键领域将具备不可替代性，别的国家想追赶都追不上，只能仰赖这个联盟提供技术和产品。这难道不像是一种霸主地位吗？至少在科技经济圈里，台日联盟完全有潜力扮演领头羊。再看军事和安全影响力，尽管台湾和日本都不是那种侵略性军事强国，但若面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台日联手所能发挥的威慑力不容小觑。日本拥有亚洲数1数2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强大的海上自卫队拥有航母级护卫舰与先进潜艇，空中自卫队装备有大量先进战机和导弹防御系统。台湾虽然军力较日本小很多，但因常年面对压力，累积了丰富的不对称作战经验和精良的飞弹技术、防空网络。如果台日在军事上形成协同，比如共享预警雷达信息、联合监视海空动态，甚至进行战术配合，一旦发生区域冲突，台日地缘优势和武器互补性将极大提高防御效能。举例来说，台湾的飞弹部署可以涵盖西太平洋重要航道，日本的反潜巡逻机可监视广袤海域。双方信息互通后，任何来犯者都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更不用说还有美国可能在一旁支援。这种情形下，区域内任何企图动武的人都势必要忌惮3分。久而久之，如果台海和东海局势因台日共守而保持稳定，那么台日联盟实际上就在主导亚太安全秩序。他国在做重大决策时，就得考虑台日会不会联手反制我们，台日的态度是什么。这正是区域领导力量的体现。当然，要成为世界新的霸主，光靠经济和军事还不够，
还需要国际领导力和价值影响力。有趣的是，台日组合在这方面也有独特优势。日本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亚洲地区有长期的影响力和外交网络。台湾则虽然国际身份特殊，但以民主自由的形象赢得许多民心。试想，如果未来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摆脱束缚，加上日本的带领，台日可以共同倡议一种适合亚洲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引领区域合作方向，例如推动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架构，倡议海上航行自由与国际法治，扶持东南亚国家发展高科技和基础建设等等。日本有资金和外交手腕，台湾有技术和华人社会的连结，两者携手去影响第三国，成功率会比单独行动大得多。如果未来在亚洲出现一个以台日为中心的多国联盟，不管是在贸易标准制定还是安全合作上，都举足轻重，那么这股力量就超越了一国之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区域领导力量。而随着这股力量壮大，它对世界的影响也会水涨船高，也许有朝一日真能和传统超级强权分庭抗礼，在某些领域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之一。当然，以上是一种理想化甚至稍显乐观的蓝图，现实中台日要如此融合，还面临不少挑战。例如，日本和中国之间有深厚的经贸往来与复杂关系，日本在支持台湾时也会有所顾忌，不致公开结盟，而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要与日本组建正式同盟，也有法律和外交上的难题，所以短期内我们不会看到什么台日同盟条约或亚洲双边共同体之类轰动的宣告，一切的合作可能都将在比较低调、渐进的方式下推进。然而，有时真正改变历史的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演进。随着台湾和日本越走越近，两国在事实上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到某个临界点时，量变终将引起质变，或许一场危机就会催化这个质变，比如某种外部威胁突然升高，迫使台日公开站到一起，那一刻起，双方的默契将转化为白纸黑字的约定，共同应对挑战，那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试想，当前世界正处于风云变色的局面，美国独大的单极时代逐渐远去，中国崛起试图改变规则，俄罗斯等地区强国也在搅动风雨。在这变局中，一个由民主科技强国组成的新力量崛起，无疑将重新塑造未来平衡。如果台日联盟加上其他志同道合国，那将形成一股足以抗衡专制阵营的强大民主同盟。美国当年在欧洲扶持北约和欧盟，如今或许也正在东亚默默促成台日韩澳的团结。一旦条件成熟，台日很可能成为这新联盟的双引擎，驱动整个亚洲的战略方向。这样的远景，是否就是那位美国国会议员口中的世界新的霸主呢？或许他所谓的霸主，并非指传统意义上一家独大的帝国，而是一种新型的领导力量结合。台日融合代表的正是民主技术力量的结合，如果再加上美国在背后撑腰，这个组合无疑具有引领世界的实力和号召力。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在台日可能崛起为新力量的过程中，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又抱持怎样的态度？毕竟，美国现在是现存霸主，他对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势力都不会掉以轻心。台日联盟崛起究竟符合美国利益，还是让美国感到威胁？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谈谈美国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与态度。当我们描绘台日融合的种种前景时，有一双巨大而关键的手始终在幕后影响着局势，那就是美国。美国对台湾和日本一向有深厚的同盟关系。那么，如果台日真走向融合，甚至构成一股新的强权，美国会乐见其成吗？这问题有点吊诡，毕竟任何霸主都不希望被别人取代。然而，国际关系并非零和游戏，我们得仔细分析美国的利益所在。首先，在目前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台日加强合作基本上是持大力支持的态度。道理很简单，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而台湾和日本都是制衡中国的最前线和最可靠伙伴。美国自己的军力和资源虽然强大，但要同时顾及全球，各地都有调配压力，尤其亚太地区地理辽阔，潜在冲突点多。
美国其实非常需要盟友分担。日本在近年来决定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强化军力，就是在美国的鼓励下做出的历史性改变。美国乐见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也就是能够肩负更多安全责任的强国。对台湾，美国更是积极强化其防卫能力，甚至主动协助规划不对称作战战略。说穿了，美国希望打造一个盟友矩阵，让台湾、日本、南韩、澳洲、菲律宾等形成协力，共同牵制北京的扩张。在这个矩阵里，台湾和日本可说是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扼守科技与产业供应链，一个主导地缘安全与区域外交。如果这两个节点紧密相连，发挥的作用将远超各自为政。美国当然很清楚这点，从他们近期种种撮合台日的动作就能看出。例如，美国智库和官员时常组织台日美三方对话论坛，美国也默许甚至鼓励像麻生太郎这样的日本高层访台。在多边场合，美国官员也常把我们的日本朋友和台湾朋友相提并论的称赞，塑造彼此都是民主阵营成员的印象。可以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台日合作的推手角色，希望看到1+1大于2的效果。然而，支持归支持，美国心中自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台日联盟日后真的发展成为一个足以和中美比肩的新级，美国的态度也许会变得微妙。一方面，美国欢迎盟友强大，因为这减轻了自身负担，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强大到喧宾夺主，动摇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冷战时期，美国对西欧和日本的态度就类似，既扶持他们发展，又小心翼翼维持领先。不过那时美国担心的是盟友经济崛起抢自己生意，今天在安全上倒不至于担心日本和台湾威胁美国，毕竟这两个都是民主国家，跟美国价值观一致，没有任何称霸野心，他们崛起对美国构不成敌意威胁，所以美国更可能把台日联盟视作自己的队友超级进化版，而不是竞争对手。就像打团队战游戏，一个人单枪匹马不如组队，美国拉了一票队友，本来队友们实力一般，现在队友之间自己训练有素，配合无间，战斗力大增，这对团队夺胜岂不是好事？美国现在的心态大概就是如此。更何况，美国也清楚，以目前格局看，台日再强也无法真正在全球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军事上，日本受限于核武门槛和宪法约束，不会变成侵略型军事强国。台湾的军力更是以防御为主，他俩联合顶多守住东亚，无意也无力到世界各地投射力量，所以全球范围内，美军仍然独一档，美国霸主地位短期无虞。经济上，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元地位、创新环境也是全球独有，台日再富也改变不了美元结算和硅谷创新的中心角色。价值观号召力方面，美国作为二战后自由世界的领袖形象依然深入人心，台日当然受尊敬，但还不足以取代美国的精神象征地位，所以美国大可以放心地让台日发展，甚至甘当幕后英雄提供支援。因为最终不管台日多强，他们都仍属于美国主导的同盟网络，而且受制于地缘限制，不会跑去跟美国争全球霸权。与其说美国担心台日变太强，不如说美国现在更担心他们不够强，唯有台日够强，美国在亚太才轻松。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最近拼命拉着日本修安保文件、加国防费，拉着台湾买武器、练后备军，目的都是为了在亚洲打造一支更坚实的民主堡垒阵线。不过话说回来，美国的支持也有它的限度和策略，美国不会公开鼓吹台日结盟称霸这种话，因为那样只会刺激相关的第三方，特别是中国，采取更激烈反制行动，提前引发冲突。美国的作风是高调宣示理念，低调推进实质。理念上，他们口口声声强调维护台海和平，支持日台合作，但行事风格上却是谨慎而务实。例如在外交上，美国依然维持一中政策表面不变，不支持台湾法理独立或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些都是避免刺激中国的表面姿态。然而在私底下，美国却积极强化台日抗压能力。这种表里不一的平衡，正是美国扮演的微妙角色，既当保护人，又当调解者。一方面拉着台湾、日本越靠越近，另一方面
又适度压制他们不要踩到红线，避免擦枪走火。从美国角度看，最好的剧本莫过于台日联盟在暗中发挥极大威慑，使得中国不敢轻举妄动，但台日又不会真的去挑衅或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样区域就能维持一种对美国有利的稳定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未来情势演变到不得不摊牌的时刻，例如台海真的发生冲突危机，美国很可能就不再低调，会毅然决然地以领袖身份拉台日组成公开的防卫阵线。就像乌克兰危机时美国整合欧洲对抗俄罗斯一样，台海有事时美国必然整合印太盟友对抗中国。在那种情境下，台日融合将从幕后默契变成台面联盟，美国则以总指挥身份出现在前线。一旦共同度过危机，美国自然仍是头号功臣，但台日从此也奠定了准同盟关系。这个推演告诉我们，美国的角色其实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台日关系的走向。对台日来说，美国既是可靠后盾，也是推波助澜的推手，更是在必要时候挺身而出的盟主。总的来说，美国对台日融合成新力量的态度是积极欢迎且暗中促成的。只要这股力量服务于维持印太的自由开放秩序，服务于牵制共同对手，美国就乐见其成。甚至即使未来某天台日联盟真的强大到能在某些领域独当一面，美国大概率也会选择与其协调合作，而不是敌对竞争。毕竟，相较于真实存在的战略对手，中美俄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斗争，台日是自己人，他们强大只会让整个队伍更强。国际政治并非永远你死我活，有时候盟友集体强大才是帝国续命之道。当然，未来变数始终存在，我们无法预知10年、20年后，美国自身国力和意志是否依然如今日这般强盛。如果有一天美国因内部或其他因素逐渐收缩它的国际投入，那么台日联盟可能被迫承担起更多本来由美国肩负的责任。到那个时候，台日的作用就不只是辅助，而是接棒部分领导角色。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美国又会作何感想呢？或许这正是那位议员语出惊人的深层原因，他隐隐担心美国未来可能力不从心，而台日这样的盟友或许能拯救美国，帮自由世界撑起一片天。这种想法在美国战略圈并非没有。近年来，美国许多政策文件都强调依靠盟友伙伴共同分担，以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台日联盟的壮大正是符合这个方向的最好案例。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的未来要靠台湾拯救。现在再听这句话，您是否已有不同的体会？当初听来荒诞不经的一句预言，如今拆解开来，背后竟有这么多脉络相连。台湾这个在世界地图上不起眼的宝岛，凭借其晶片科技的硬实力和民主自由的软实力，确实在默默影响着世界强权的命运走向。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来维持科技优势，需要台湾的战略位置来围堵潜在对手，也需要台湾的民主故事来证明普世价值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台湾的确承载着美国未来胜负的关键砝码。拯救美国听起来夸张，但影响美国兴衰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台湾并非孤军奋战，日本作为亚洲另一个民主强国，正和台湾并肩而立，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合力。台日融合的趋势预示着一种新型区域力量的诞生，它或许不张扬，却稳步壮大；它或许不称霸，却足以领导。台湾和日本的合作正在改变东亚的力量平衡，也为全球民主阵营注入新的动能。有人将来会不会称他们是新的霸主，也许称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将不再只有传统强权的独白，而会有台湾和日本这样的双人舞。他们以团结合作诠释力量，以坚守价值赢得尊重。当世界面临关键选择时，台日联盟的声音将不可忽视。对台湾观众而言，这一切听起来或许既令人振奋，又感到责任重大。谁能想到，昔日那被边缘化的小小台湾，如今站在了世界风暴眼的中心。我们当然为自己的实力和价值获得肯定而自豪，但也要冷静谨慎地看待未来的挑战。正因台湾如此重要，风险与机遇将并存。
我们需要持续壮大自己，深化与日本及其他盟友的合作，同时小心翼翼地在大国角力中求存。在历史巨轮前进的此刻，台湾不再只是棋盘上的棋子，而可能成为决定棋局走向的关键角色之一。在影片的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发人深省的思考，或许真正被拯救的不仅是美国的未来，也是台湾自己的未来，以及热爱自由的全世界人民的未来。台湾、日本、美国乃至更多民主伙伴间的携手，正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子孙能继续享有和平、繁荣与自由的生活。未来的历史书将怎样书写我们这个时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日的抉择与努力。可以确信的是，台湾已经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在书写历史新篇章的领衔角色之一。让我们拭目以待，怀抱信心。从台北到东京，从华盛顿到全球各地，一张守护和平与进步的安全网正在编织，而我们就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美国的未来、台湾的未来、日本的未来，其实紧紧交织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唯一能走的路，就是携手向前，在风高浪急的国际洪流中，闯出属于自由阵营的光明未来。当影片结束，灯光亮起时，希望各位带走的不仅是惊讶，还有深思，以及对台湾角色的新定位的自信与责任感。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展开，而台湾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影响着世界的走向。小小岛屿，大大能量，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崭新的未来喝彩，并为之努力。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轰然崩塌，世界格局将发生怎样的巨变？这个曾经无所不在的世界警察一旦退出舞台，那些长期依赖美国庇护的国家会不会陷入巨大的危机，甚至走向灭亡？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帝国倒下，他的附庸往往难逃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今天我们就来盘点3个在美国霸权崩溃后注定最受冲击，甚至可能覆灭的国家，尤其是排名第1的那个早已因为自身所作所为而惹怒了全世界。第3名，韩国。排名第3的国家是韩国。对于韩国来说，美国的存在几乎是其国家安全的支柱。从历史上看，韩国能有今日的独立和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的庇护。7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中，美国率领联合国军出手相助，才使得韩国免于被北方政权吞并。此后，美国与韩国结成紧密的军事同盟，直到今天，仍有大约28000名美军驻扎在韩国境内，为这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韩国的安全和美国息息相关。面对韩国的最大威胁，紧邻的朝鲜，韩国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来震慑北方。朝鲜至今与韩国名义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并且拥有核武器和庞大的军队。然而韩国自己没有核武装，如果有一天美国撤走驻军，或者因自身衰落无力干预，一旦朝鲜趁机发动进攻，韩国能否独自抵挡？这个问题让人不寒而栗。更棘手的是，韩国的首都首尔距离两韩边境不到40公里，处在朝鲜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旦没有美军这道防护盾牌，首尔这样人口密集的都市将瞬间暴露在炮火威胁下。试想，当朝鲜的大批火箭弹和导弹呼啸而至，而昔日承诺保护韩国的美军却迟迟不会出现，那将是何等绝望的场景。韩国几十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现代化成果恐怕都会毁于一旦。除了安全威胁，韩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也深深依赖美国主导的秩序。韩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电子产品、汽车、半导体等产业高度融入全球市场。美国不仅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更是维系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关键。一旦美国霸权瓦解，全球贸易陷入混乱，韩国的经济生命线将遭受重创。失去美国市场和美元体系的支撑，韩国那些庞大的财阀企业将面临巨大冲击，随之而来的失业潮和社会动荡风险也会急剧上升。此外，美国的存在还给予韩国在外交上的底气，使其在强邻环伺的东亚环境中尚有回旋余地。然而一旦美国失去影响力，韩国将被迫在强权之间做出痛苦选择。面对北方的军事压力和来自中国的巨大影响，
韩国可能不得不向昔日对手低头，甚至在政治上倾向北京或莫斯科，以换取生存空间。这将彻底颠覆韩国战后奉行的亲美路线，相当于韩国国家身份的终结。可以说，没有美国，韩国的自由民主和主权独立都将岌岌可危。最悲观的推演是，如果朝鲜趁机发动统一战争，韩国甚至有亡国的可能。南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或将从世界版图上消失。正因如此，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被形容为命运共同体。美国霸权一旦不在，韩国势必首当其冲的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第二名，台湾。排名第二的则是台湾。台湾的命运几乎与美国的实力息息相关。如果说韩国还有正式条约和驻军做后盾，那么台湾的安全完全建立在美国默契的保护之上。从历史上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派遣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了中国大陆趁势攻台的企图。这一举动奠定了台湾此后数十年的安全基础。冷战时期，美国与当时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直接提供军事保护。尽管1979年美台断交后，美军撤出了台湾，但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至今仍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和安全承诺，成为台湾抗衡强大邻国的最大信心来源。然而，这层保护说到底只是一种非正式且脆弱的庇护。一旦美国霸权不在，台湾几乎将失去唯一的靠山。面对军事上迅速崛起的中国大陆，台湾的防御压力将陡然增加。要知道，大陆如今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军队、庞大的导弹库和不断扩张的远洋海军，其国防预算更是台湾的数十倍。如果没有美国可能介入的威慑，大陆很可能毫不犹豫地采取军事行动，实现他们统一祖国的长期目标。试想一下那时的情景，美国第7舰队不再巡弋西太平洋，曾经镇守台海的航母战斗群销声匿迹，在某个风高月黑之夜，对岸的导弹突然划破长空，直袭台北、高雄等城市的重要目标。解放军庞大的登陆舰队在没有美军干预的情况下横渡海峡，在台湾本岛强行登陆。台湾军民纵然奋起抵抗，但在对手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下，又能撑多久呢？没有美军援助的希望，台湾守军的士气恐怕将迅速崩溃。国际社会的声援也由于缺乏美国的领头而显得迟钝无力。或许只需短短几周，漫天的硝烟散去之时，台湾的民主政府就已经垮台，取而代之的将是北京当局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台湾数十年来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可能会在美国霸权崩塌的瞬间化为乌有。即便大陆不立即动武，美国霸权的衰落也会让台湾陷入极度危险的孤立无援境地和巨大的心理恐慌。台湾目前仅存的几个邦交国，很可能在失去美国支撑后，纷纷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投北京阵营。更糟的是，岛内民心也将受到剧烈冲击。一些人也许会选择逃往海外避祸，另一些人则可能主张向北京屈服求和，以图自保。毕竟当最大的靠山倒下时，台湾社会难免出现恐慌和分裂，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转都可能陷入瘫痪。此外，台湾经济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和技术供应链，而美国一直是维系这些体系的主导者。台湾虽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龙头，但其关键的技术和设备多来自美国及其盟友。一旦美国倒下，这条高科技命脉要么被切断，要么落入他人之手。更不用说战争威胁本身就足以摧毁台湾作为归岛的经济地位。一场围绕台湾的冲突不但会毁掉当地的工厂、基础设施和财富，也将令全世界的芯片供应陷入瘫痪。可以说，没有美国在背后压阵，台湾如今的繁荣就像沙滩上的城堡，在风暴中顷刻崩解。总体而言，美国霸权的垮台对台湾意味着这个政治实体的终结。台湾曾被视为美国在西太平洋遏制对手的一枚重要棋子，但如果棋手自己退出了棋局，这枚棋子恐怕只能任由强敌收拾。对于台湾2300万居民而言，这无疑是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噩梦。
然而，在美国可能衰落的阴影之下，这个噩梦却是不得不严肃思考的现实场景之一。第一名，以色列。排名第一的国家是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堪称美国霸权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自二战后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盟友。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今日强大的以色列。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援可谓无微不至，每年提供约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使以军拥有中东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另外，美国还通过外交保护伞屡次在联合国为以色列撑腰，用否决权挡下各类谴责和制裁议案，令以色列免受国际社会的惩罚。有了美国的庇护，以色列在几十年间打赢多次中东战争，尽管四面树敌，却依然屹立不倒。然而，也正因为得到了美国过度的纵容，以色列在地区事务中表现得异常强硬，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长期以来，他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并多次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发动军事行动。这些举措早已激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愤怒，也令许多其他国家对以色列心存反感。但过去有美国在背后撑腰，以色列并不把国际舆论放在眼里。然而一旦美国这把大伞不再存在，以色列将第一次真正独自面对周边宿敌的怒火和复仇。可以想见那时的局面，没有美国源源不断提供的先进战机和导弹拦截系统，例如铁穹防御系统，以色列将不得不独立迎战四面八方袭来的火箭弹和导弹。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可能从北部倾泻炮火，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或将在南部卷土重来，伊朗则极可能公开为这些力量提供军事支援，甚至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虽然拥有不俗的军力，并据传握有上百枚核弹头这样的终极手段，但在多线作战的拖累下，能够支撑多久呢？尤其当各方都知道美国不会再来干预时，伊朗、叙利亚乃至其他怀恨在心的国家很可能会看准机会发动联合攻势，对以色列发起致命一击。更严重的是，国际态度也将发生巨变。一直以来，许多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颇有微词，但美国的强力庇护使这些不满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撑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可能再也不会对以色列客气，反而会祭出强硬措施来清算它。可能的情景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严厉决议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甚至不排除由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领土部署维和部队，直接介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过去那些总被美国一票否决的提案，如今将一个个通过并付诸实施。那时的以色列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就连曾经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的一些西方国家，届时也可能转变态度，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让步，甚至要追究他多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责。毕竟在很多欧洲民众眼中，对以色列的同情早已被其强硬政策所消磨，而支持巴勒斯坦的呼声则与日俱增。可以想象，以色列国内也将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与动荡。虽然以色列社会早已习惯战争威胁，但当真的孤立无援时，全国上下难免信心崩塌。面对存亡危机，一些平民可能会选择逃离家园，前往他国避难，军政领导层内部则可能因战略选择而出现激烈分歧。或许有强硬派会主张孤注一掷，启动所谓的萨姆森选项，也就是传闻中宁可玉石俱焚的末日反击计划，用核武器拉敌人同归于尽。这无疑将把中东乃至全世界拖入毁灭的深渊。以色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极度悲壮的。犹太民族曾多次在历史上失去家园，甚至差点遭到灭绝。现代以色列的成立本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然而如果失去美国这位强有力的守护者，以色列可能再度面临亡国灭族的风险。2024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猛烈攻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曾引发全球范围的谴责。然而当时有美国在一旁力挺，以色列并未理会这些指责。但若今后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庇护，这些累积已久的仇恨与怨念恐怕终将彻底爆发。届时，以色列想要避免覆灭的下场，只怕已是难上加难。
美国作为二战以来的头号强国，一旦霸权衰落，其影响绝不会仅限于自身。我们前面探讨的韩国、台湾和以色列只是冰山一角，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下，成长和存续的许多国家都将不得不面对秩序崩塌的震荡。或许有人会问，难道这些国家注定灭亡，就没有别的生路可走吗？其实历史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面对美国力量可能的示威，韩国也许会寻求自强，例如发展本国核武或联合其他力量来自保。台湾可能考虑强化自卫能力，甚至尝试缓和与大陆的关系来换取生存。以色列则不得不改善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寻求新的安全保障。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家绝不会坐以待毙，而都会想方设法自救。然而，自身条件和地缘环境的限制决定了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填补美国退出所留下的真空。正所谓树倒猢狲散，当美国这棵大树轰然倒下之时，那些曾经栖息在枝叶下的小伙伴们免不了要经历风雨的吹打。韩国、台湾、以色列这类高度仰赖美国庇护的国家尤其脆弱，恐怕很难逃过仇敌的清算和命运的捉弄。即便最后不至于真的亡国，这些国家也可能元气大伤，国运急转直下。那么，美国的霸权地位究竟会不会在可见的未来走向终结呢？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这些昔日由美国撑起的小国将如何自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历史早已证明，没有不衰落的帝国，也没有不变的同盟。当全球秩序开始重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之时，弱小者唯有未雨绸缪，才能在巨变中求得一线生机。对于今天仍仰仗美国庇护的国家来说，现在开始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或许已是刻不容缓。没有了美国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光景？韩国、台湾、以色列的命运最终将走向何方？他们能否绝处逢生，还是会如许多人预言的那样注定覆灭？也许答案只能留待时间去揭晓。黎明前的黑暗中，台湾海峡的波涛诡谲不定，远方隐约传来低沉的引擎轰鸣声，几艘巨大的军舰正朝着海峡中央驶来。突然间，天空闪过数道耀眼的光芒，伴随着尾焰的导弹撕裂长空，划出令人恐惧的弧线。台北城内的防空警报声刺破夜空，人们惊醒，匆忙奔向防空洞寻找掩护。此时此刻，无数人心中浮现着同样的疑问：美国会出兵救台湾吗？若要回答这个扣人心弦的问题，我们必须先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追溯美国对台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在上个世纪中叶，台湾问题就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微妙而敏感的棋局。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时任美国总统下令第7舰队巡弋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大陆武力犯台。当时的台湾由国民政府领导，作为美国围堵共产主义阵营的重要棋子，美台之间甚至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军驻扎在台湾，仿佛一道护盾。那是一个美台关系紧密的年代，台湾在美国的冷战中扮演着前线堡垒的角色。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进入70年代，美国出于围堵苏联的需要，开始与北京接近。历史的转折点来临，1971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秘密接触，开启了破冰的乒乓外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发表《上海公报》，首次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然而当时对台湾的未来并未明确，只是确认了中方的立场，语带保留地，留下模糊空间。随后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作为交换，美国终止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回驻台美军，废除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对台湾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地缘政治的地震。昔日强而有力的靠山突然抽身而去，孤岛的未来命运未卜。但美国并未完全放手。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这部法案字句斟酌，耐人寻味，表面平实却暗藏玄机。法案明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维持美国自身抵抗武力改变台湾前途的能力。换言之，美国不再公开承诺一定出兵相助，但也不排除在必要时干预。
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对台政策一直践行着这种所谓战略模糊策略，既吓阻北京不要轻举妄动，又避免给台湾过度保障而铤而走险宣布独立。美国的盘算是在两岸之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防止战争爆发。在战略模糊的保险绳下，台海局势虽然偶有紧张，但总体维持了和平现状。比如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中国大陆在台湾外海试射飞弹，美国则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入台湾附近海域，以实际行动表明不许越界的决心。那一次，美中双方都适可而止，台海风波暂时平息。然而进入21世纪20年代，情势与冷战时期已截然不同。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为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权。美国在中东常年征战后，逐渐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同时台湾的民主制度更加巩固，在国际上也逐渐走出阴影，提高能见度。在这种新局势下，战略模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国内开始出现要求对台湾提供更明确安全保证的声音，认为唯有战略清晰，公开表明美国将防卫台湾，才能有效吓阻北京动武。尤其当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与盟友固然对乌克兰给予强大军事支援，却始终避免与俄军直接交火。这种有所克制的介入模式，让一些人担忧，如果北京仿效莫斯科孤注一掷，美国是否也会对台湾只援不战呢？于是从华盛顿智库到国会山庄，激辩着美国该继续模糊下去，还是改走清晰路线。然而，每当有人建议改变政策，美国政府高层往往犹豫再三，这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天平，一旦严重倾斜，或许就无法轻易回头。无论模糊还是清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未明文写死，留下的正是日后灵活调整的空间。于是，台海两岸和华盛顿之间长期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北京不确定美国真会派兵干预，因此不敢轻易动武。台北也不确定美国一定会救援，所以不敢贸然宣布独立。这种谁也不清楚对方底牌的局面，竟意外地维持了数十年的脆弱和平。只是和平表层下暗流涌动，各方都在为最坏的情况悄然准备。进入21世纪中叶，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日趋明朗。中国视美国为阻挠其崛起和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美国则将中国崛起看作对自身全球领导地位的最严峻挑战。在这场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台湾成了无法回避的焦点。为何台湾这座岛屿如此重要？从地理上看，台湾位处第一岛链的中心枢纽，对北京而言，统一台湾不仅是民族复兴的象征，更能打开通往西太平洋的大门，把美国势力推离其沿海门户。台湾宛如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横亘在中国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如果拿下台湾，解放军舰艇和潜艇将可以自由出入太平洋腹地，进一步威胁到关岛甚至夏威夷的安全。同时，失去台湾将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出现致命裂口，连锁影响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友的安全。所以，从战略角度看，台湾是中美博弈中谁也不愿让出的关键棋子。除了地缘军事位置，台湾还拥有另一层战略价值，那就是科技与经济。这里孕育了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产业，被誉为硅盾。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先进芯片由台湾生产，台积电等企业在国际科技供应链中不可或缺。如此一来，台湾的安危不仅关乎民主价值和地缘版图，更牵动着全球经济的命脉。若台海生变，不但亚太局势将剧烈动荡，从智慧手机到汽车乃至各国工业都可能因芯片断供而陷入瘫痪。也因此，维持台海和平其实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所在。当然，上述多是国家利益的视角，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2300万台湾人民，他们的命运与未来更是整场博弈的核心所在。对台湾人而言，他们在自己家园孕育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希望被大国角力碾碎，也不愿自己的未来由外部势力决定。在数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台湾早已不再是冷战时期那个威权戒严的孤岛，而是一个充满活力、拥抱多元价值的开放社会。台湾人民对前途的期许很简单，也很不容易，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的领导人，
保持实质的自主与自由。不论北京统一的诉求多么响亮，台湾大多数民众对被解放毫无兴趣。这种民心的距离使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日趋渺茫，也让北京对武力解决选项愈发蠢蠢欲动。于是台海问题上形成了耐人寻味的三方心理博弈。北京在算计着何时把武统付诸行动，在此之前能否先吓阻美国不敢插手。台北则祈祷危机永远不要来临，同时加紧自我防卫，期盼在真正危急时美国会信守道义站出来。华盛顿则小心翼翼地走钢索，一边增强印太军事部署防范中国冒进，一边避免刺激北京过度反应，还得安抚台湾不要鲁莽挑衅。三方各打算盘，使得台海局势虽紧张，却长期维持一种诡谲的稳定。战争看似遥远，但又似乎随时可能被某个误判点燃。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向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上，毕竟任何战争的结果很大程度取决于实力消长和临场发挥。经过几十年的军费投入和现代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已非无下阿蒙。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队和迅速壮大的海军舰队。解放军海军近年来下水的新型驱逐舰和巡防舰数量惊人，它甚至打造了航空母舰战斗群，军也拥有先进的歼击机群和愈发远程化的打击能力。火箭军部署着大量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以精确打击区域内的目标。中国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使其具备持续作战和补给的能力，更不要提它还拥有核武力量作为最终威慑。反观台湾，毕竟只是个2000多万人口的岛屿，其国防人力和预算远远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台湾的空军和海军装备主要依赖美国供应，质量虽高，但数量有限，在战机、军舰等主战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此外，台湾因多年享受和平红利，兵役制度数度缩短，整体军事动员能量也备受质疑。然而，以小博大从来不是不可能。台湾拥有地利优势，一道天然屏障般的台湾海峡和本岛崎岖的山地地形，还有决心死守家园的军民士气，以及近年强调发展的不对称战力，反舰飞弹、机动防空导弹、布雷艇和水雷等，都是台湾用来延迟和重创登陆部队的利器。若真有战事爆发，台湾不求能与对岸硬碰硬决战于野，而是力图撑到外援抵达，或者令对手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真的到了兵戎相见之时，战争样态可能多种多样。北京或许会选择出其不意，以压倒性火力在开战初期瘫痪台湾的指挥系统与防空力量，为后续登陆开路；也可能采取封锁战术，不急于全面登陆，而是以海空封锁切断台湾的补给线，迫使其慢慢窒息就范。无论哪种方案，解放军都势必要冒巨大的风险。攻岛作战被视为现代军事行动中最复杂困难的一种，需要绝对的制空制海权、庞大的登陆舰队和长时间跨海投送补给的能力。台湾海峡约莫100多公里的宽度，看似近在咫尺，却可能成为埋葬无数士兵的天堑。如果首波攻击未能让台湾丧失抵抗能力，那接下来的登陆部队将面临极其血腥的滩头战。历史上诸如诺曼底登陆、硫磺岛战役的惨烈，都昭示着跨海夺岛之难。北京若下此决心，必然也预料到可能伤亡惨重。另一方面，美国军方也不会袖手旁观。多年来，五角大楼不断推演各种台海冲突场景，寻找解放军的弱点。美军虽然总体实力仍然领先，但不得不考量远洋投射兵力的困难。太平洋广阔的海域和中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使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和前沿基地都处于危险之中。中国的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被形容为航母杀手，专为击沉美国航空母舰而设计。数量庞大的巡航导弹也可以袭击像关岛、冲绳这样美军基地。美军如果要介入台海，必须冒着舰艇和人员重大伤亡的风险。现代战场上双方科技水平相差不远时，胜负往往取决于信息战与后勤供应等看不见的力量。美国若将兵力投送半个地球之外，需要大量油料、弹药和备件，而这些后勤线路极易受到攻击。军事专家甚至指出，对手不需要击沉每一艘航母，只要毁坏加油船、炸毁前线燃料库，就能让现代化军队陷入无弹可发、
无有可用的困境。美国深知这些弱点，所以近年积极联合盟友在亚太地区预先囤积物资，分散部署，以增强战时韧性。综上，台海双方军事实力悬殊，但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纸面数字比拼。在决定性的意志较量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下，弱者未必没有一搏之力，强者也不敢言稳操胜券。正因如此，各方在考虑是否开战时，内心都在天平两端反复权衡胜算与代价。一旦踏出第一步，就再也没有轻易的回头路。如此高风险的潜在冲突，逼出了我们最初的疑问：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站在华盛顿决策者的角度，看看支持和反对军事介入的理由各有什么。一方面，美国有强烈的动机介入，从战略利益上看，捍卫台湾等于捍卫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和可信度。冷战以来，美国以盟友和伙伴网络构筑了环太平洋的安全架构。如果眼睁睁看着台湾被武力吞并而袖手旁观，那亚太其他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甚至远在欧洲的北约国家，都会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产生动摇。美国苦心经营的同盟体系将受到毁灭性打击。此外，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员，其存亡被视为自由世界与专制扩张对决的试金石。今日美国若坐视台湾沦陷，无异于向全球宣示，民主盟友遭受侵略时，美国不愿挺身相助，这将极大助长集权国家的气焰。纯粹从国家利益考量，台湾落入北京之手意味着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被压缩，关岛和夏威夷的前沿地位更孤立危险，美国本土乃至国际海上航运都可能面临更大威胁。因此，不论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的公义，还是出于现实的权力均衡，美国都有理由不能让台湾就此陷落。但另一方面，反对介入的考量同样沉重。首先便是与中国直接爆发大国战争的可怕风险。中国不是当年的伊拉克或南斯拉夫，而是一个拥有核武与强大军力的超级大国。美中两军真刀真枪的交火，几乎可以想见将造成美军数十年未曾见过的重大伤亡。美国民众与国会是否准备承担这样的代价？毕竟台湾问题虽重大，对美国而言终究不是本土领土遭侵略。一场远在西太平洋的小岛战争很难比得上珍珠港事件或911袭击那样直接激起美国公众的义愤。美国社会历经阿富汗与伊拉克漫长战争的疲惫后，对另一场海外冲突兴趣缺是可以预期的。如果轻率开战而后陷入泥淖，政治领袖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此外，美国与中国经济高度交织，一旦开战，双方经贸联系势将断裂，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全球供应链大乱，美国自身经济也难免遭受严重冲击。简言之，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出兵救台不仅意味着战场上的殊死较量，还意味着必须承担国内外一连串连锁反应，其难度与风险之高前所未见。许多人因此主张，美国应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比如持续对台军售，以加强台湾自卫能力，以武器和情报支援为主，尽量避免美军与解放军直接对抗。他们认为这样既可援助台湾，又降低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支持与反对，理想与现实，美国内部的讨论其实早已展开且相当热烈。然而，平时的纸上谈兵是一回事，真枪实弹飞的战时抉择又是另一回事。历史无数次证明，领袖们在危急关头的决定，往往取决于当下的形势和直觉，而不只是事前写好的剧本。如果台海战火燃起，美国总统和他的幕僚将在白宫战情室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权衡的不仅是上述宏观战略利弊，还有来自盟友的电话、国会的质询、媒体的聚光灯，以及分秒流逝带来的战场态势变化。或许开战头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内，情势将一片混乱，各种矛盾资讯扑面而来。台湾撑住了没有？解放军是否登陆成功？日本和其他盟友态度如何？国内民意反应强烈吗？所有这些都将左右美国出手与否的临界点。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几年里曾多次公开表示，若中国武力犯台，美国将军事协防台湾。每一次他的发言都引发轩然大波。随后，
白宫幕僚又赶忙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依然是战略模糊。这种画风里的进退，充分体现了决策圈内部的犹疑。面对愈发真实的台海危机前景，他们内心也在挣扎，如何才能既有效威慑中国，又避免陷入不可控制的冲突。在拜登之前，历任总统大多谨言慎行，避免公开谈论出兵与否，但私下都要求军方做好各种预案。毕竟，只有准备好最坏的情况，才能期望它永远不会发生。除了美中两强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在台海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台湾的地缘处境决定了若爆发大规模冲突，几乎不可能局限于两岸，而美国会不会出兵，很大程度也取决于盟友们的态度。首先看日本，日本与台湾一衣带水，从冲绳县与那国岛远眺，台湾影依稀可见。台湾一旦易手，日本西南边疆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日本长期以来对台海局势高度关注。一旦中国对台动武，日本极可能成为美军的后勤基地和潜在协助者。近年，日本政府高层甚至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透露出日本愿与美国协防台湾的意向。然而日本也有自身宪法对参与海外战争的限制，国内民意对直接卷入战事依然犹豫。如果美中开战，日本很可能先提供基地、情报、后勤等间接支援，必要时才逐步扩大介入力度。无论如何，日本在台海冲突中的立场对美国至关重要。如果日本愿与美国并肩进退，美国的决心会大增。相反，如果日本犹豫不决，美国单独行动的压力将更大。再看其他美国盟友，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坚实盟友，近年在安全事务上与美国高度协调，组建了 AUKUS 联盟，以提升军事技术合作。澳洲虽远离台海，但也公开表示支持维护台海现状，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如果美中冲突爆发，澳洲可能派遣海空军参与巡弋，或提供后勤补给，至少会在外交和经济制裁上全力配合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北约盟友或许也会象征性地加入谴责和制裁的行列，甚至派出舰艇远赴亚太亮相。但欧洲国家国力有限，且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实际军事介入的可能性很低，态度多半以声援道义为主。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见得孤军作战，至少在政治上，俄罗斯很可能支持中国的立场，以报复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采取的行动。或许在中国进攻台湾之时，俄罗斯会在欧洲方向制造紧张，牵制北约的注意力。然而眼下俄罗斯自身因乌克兰战争元气大伤，恐难以直接军事援助中国，只能在联合国否决谴责案等场合为北京撑腰。至于朝鲜等国，也可能趁机试射飞弹挑衅，增加美日韩的顾虑。可以想见，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很容易演变成多方牵连的区域，甚至全球性危机。这不仅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决斗，而是攸关世界秩序的灾难性对决，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某年的初夏，国际媒体频频传出台海紧张升级的报道，北京当局对台湾的一项政治动作发出严厉警告，台北则坚称不会退让。美国总统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但也私下指示驻太平洋美军提升戒备。战云在台海上空越聚越密，一场暴风雨似乎一触即发。终于，战争在黎明前爆发。正如我们开头描绘的画面，解放军数十枚飞弹如火雨般袭向台湾，全岛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台湾军事设施遭受重创，西部数座空军基地的跑道被炸得满目疮痍，雷达站接连被毁。然而台湾并未束手就擒，残存的防空火力仍顽强地拦截部分来袭导弹，一些分散隐蔽的战机紧急起飞，投入空战。同时，台湾政府立刻向美国和国际社会发出紧急求援。华盛顿的深夜里灯火通明，美国总统匆忙召集高级幕僚进入战情室，透过卫星画面实时了解战况。台湾请求美国迅速军事支援的电报摆在总统面前，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最初几个小时，美国选择强烈谴责和警告，白宫声明严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敦促北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美军在西太平洋各基地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航母战斗群也朝台湾方向机动，但尚未直接介入战斗。此时华盛顿仍抱着一线希望，
希望北京在展示武力后适可而止，不要走到全面登岛那一步。然而解放军的行动没有停止，反而在加速推进。大批两栖舰船载着解放军部队正从福建沿海驶向台湾，企图趁台湾防御瘫痪之际一举登陆。台湾守军拼死阻击，在海峡中布设大量水雷，岸防飞弹也击中了一些登陆舰，但更多敌军船团依然势不可挡地逼近本岛海岸。眼见战局急转直下，美国政府内部主战与慎战两派争论白热化。就在此时，一件意外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游移。一枚来袭飞弹击中了台湾东部外海的一艘美军军舰，造成数十名美国官兵伤亡。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总统面临巨大的出兵压力。这一刻，美国领导层再无退路，总统下令美军直接参战，协防台湾。随着命令下达，美军战机迅速从航空母舰和各基地起飞，投入台湾上空的战斗。台湾海峡上空顿时出现美中战机缠斗的惊险场面，美国海军潜艇和驱逐舰也向解放军渡海船团发射精确制导武器，炸沉多艘舰艇。解放军则立刻反击，数十枚反舰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从沿海齐射，瞄准美国航母编队和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军防空系统全力拦截，仍有漏网之鱼突破防线。剧烈爆炸声中，一艘美军驱逐舰中弹起火，远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停机坪也遭到打击。短短数小时内，双方都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两个超级大国首次直接交火，其激烈程度超出世人想象。战争进行到这一步，已经远非最初台海两岸的争端，而是攸关世界秩序的灾难性对决。随着伤亡不断增加，战事有进一步升级失控的危险。国际社会一片恐慌，担心核战阴影再次浮现。面对可能全面失控的局面，各方终于在巨大的压力下放下强硬姿态，透过外交管道寻求停火。经过艰苦的斡旋，一份脆弱的停战协议终于达成。中国同意停止进攻，并将已登陆的部队撤回，台湾则承诺维持现状而不宣告法理独立。美国和盟军也停止进一步军事行动，一场大战暂时画下句点。烟消散去后，台湾虽然幸存，但已遍体鳞伤，美日也付出了人员伤亡和军备损失的代价。中国则在国际制裁和军事挫败下元气大伤，三方均无法宣称胜利。整个亚洲局势陷入长期紧张的对峙，世界目睹了大国对抗的可怕威力。一场更大浩劫虽然暂时避免，但新的冷战铁幕正在悄然降下。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象另一种结局。如果美国没有直接出兵，情况又会如何？或许一开始，美国只提供武器和外交声援，却迟迟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冲突，那么台湾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尽管防卫军民英勇顽强地抵抗了数周，最终仍难敌对岸铺天盖地的攻势。台北终于沦陷，台湾政府被迫宣布投降，五星红旗最终飘扬在台北的天空。战争虽然结束，但这样的胜利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美国因为直接出兵而在全球威信重创，盟友们对华盛顿的承诺产生怀疑。日本、韩国等国深感不安，开始考虑提升自身军备，甚至寻求核武下阻，以免步台湾后尘。国际秩序也随之巨变。一个大国以武力改变现状，却未受实质阻止的先例诞生了，其他蠢蠢欲动的强权可能因此更加大胆。另一方面，中国虽以武力统一台湾，却面临沉重的代价。持续的岛内反抗和国际制裁让他疲于应对，在国际上长期被警惕和孤立。美国痛失一位重要伙伴，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在亚太的战略部署，试图挽回影响力。由此可见，美国是否出兵并没有简单答案，最重要的是尽全力让这场灾难不要发生。历史往往掌握在决策者一念之间，也许在危头各方都退一步，战争就能避免。想象如果北京暂缓动武，台北克制不踩红线，华盛顿严密威慑却不刺激对方，那么紧张或许可以缓解。这样平淡无奇的结果虽缺乏戏剧性，却是人类能盼望的最佳结局。没有开战的胜利才是最大的胜利，而这场危机本身也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深刻的启示。首先，它提醒着我们，大国竞争的悲剧潜能依旧存在。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以为世界将不再有你死我活的强权对抗，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历史或许到终点，大国因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兵戎相见的危险依然盘桓，而且在核武时代，这种冲突的风险会更加不可想象。台海若爆发战争，将是核子时代以来人类第二次面临全面灭顶危机，仅次于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我们是否能跨越这道历史考验，将决定未来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其次，台湾问题让我们反思战争与和平的代价。历史上无数次战火吞噬文明成果，每一次战后，人们都发誓不再来了。可过不多久，新的战争阴云又悄然聚集。科技越进步，武器杀伤力越强，而人性的弱点却未见减少半分。21世纪的今天，一场局部冲突都可能通过经济全球化的纽带牵连全世界，更何况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没有任何国家能在这样的战争中独善其身，也不存在真正的赢家。一旦战争开打，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都可能顷刻间支离破碎。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在拥有克制与智慧，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是各方领袖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最后，台海局势昭示出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如果强权可以任意以武力夺取邻邦，那么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将荡然无存。今日的台湾可能变成明日的某个其他弱小地区，人类社会辛苦建立的和平机制和合作框架会崩解回到丛林法则。然而相反地，如果国际社会能在危机中团结一致，阻止侵略行为得逞，也许能为未来树立一个典范。即便大国之间也必须慎重对待战争，以对话和妥协寻找出路，而非刀剑相向。在这个意义上，台海问题不仅关乎一座岛屿的归属，更是对人类文明成熟度的一次大考。在2025年5月的此刻，我们探讨台海战争倘若爆发，美国会出兵救台湾吗？这个令人揪心的问题，并非为了渲染末日情绪，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现实，珍惜和平的可贵。未来的剧本由当下的我们共同书写。台海之间的波澜也许将持续，但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权始终掌握在每一方的领导者和人民手中。或许多年后回望今天，我们会庆幸最坏的预测没有成真，人类找到了避免冲突升级的智慧之道。也或许，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历史的悲剧仍可能重演。但愿我们能汲取教训，让理性与善意战胜仇恨与恐惧。美国会不会出兵救台湾？这个问题的答案终将由未来揭晓。然而我们希望永远不必用战火去验证它。我们期盼看到的是太平洋的风浪逐渐平息，各方在紧张对峙后重新回到对话的轨道。毕竟在文明的天平上，每一次避免战争的选择都是在为人类争取宝贵的未来。让这场可能毁灭亚太的战争永远停留在假想的剧本中，成为人类理性最终胜利的见证。自从中国加强对台海的军事压力以来，许多人都在猜测战争是否会突然爆发。大陆军机频频绕台巡航，军舰在台海游弋，言辞上更是不时放出不惜一战的强硬信号。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气氛如此紧张，北京方面却始终没有真正对台湾动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时机未到，亦或是因为忌惮某种力量？最近在一次国际论坛上，一位美国专家的一番话点破了其中的真相。现场听众一时间竟无人出声，仿佛被这简单的一句话镇住了。本篇报道，我们就以这位美国专家的视角为引子，层层剖析中国到底为何迟迟不敢武力统一台湾。首先要探讨的是，如果中国选择武力统一台湾，在军事上将面临怎样的代价和风险？可以想象，两岸一旦开战，将是近年来规模最大、最惨烈的冲突之一。台湾海峡虽然狭窄，但毕竟有上百公里宽，对解放军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跨海进行2栖登陆作战。历史上，2栖登陆被公认为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解放军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就再没有真正打过仗，更别提大规模登陆作战了。如今装备是现代化了，但实战经验近乎空白。
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贸然发动如此庞大的攻台行动，其风险可想而知。让我们具体想象一下场景：解放军数十万大军横渡台湾海峡，准备强行登陆台湾本岛。台湾方面早已构筑了完整的防御体系，从海岸滩头阵地、岸防导弹，到精锐的陆军和预备役部队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如果解放军真的赶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枪林弹雨。即便解放军拥有数量庞大的导弹和空军，可以对台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压制，但要完全摧毁台湾的防御意志和能力，并非易事。何况台湾军民还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展开顽强抵抗。台湾本岛多山多丘陵，一旦解放军突破不了几个主要港口和滩头阵地，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到那时，想撤退也难，进攻更难，伤亡数字将不断攀升。更严重的是，一旦冲突升级，台海很可能不只是两岸自己的战争。美国一直暗示不会坐视台湾被武力吞并，美军及其盟友极有可能直接或间接介入。试想，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先进潜艇部署在附近海域，随时准备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船团和后勤补给，会发生什么？中国再庞大的军队，在美日等强大海空军的围堵下，也可能付出惨痛代价。坊间有消息指出，美国某智库曾进行兵棋推演，结果显示，解放军若发动对台攻势，其2栖登陆舰艇可能在美日联军的反击下损失高达90%，海空军精锐大量折损，攻台部队伤亡数字惊人。就算最后勉强有部分部队登陆，也很难全面占领全岛。可以说，军事上即便中国最终把台湾拿下，也几乎注定是一场惨胜，胜利的代价大到令人无法承受，更别提还有失败的可能性，那将是对北京政权极为严重的打击。所以，从纯军事角度看，北京高层绝对明白攻打台湾绝非易如反掌，反而可能是一场赌上国运的危险冒险。除了枪林弹雨、生灵涂炭的军事风险，武统台湾还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这一点同样令北京投鼠忌器。现今的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陆是许多跨国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市场。一旦台海开战，西方国家几乎可以肯定会对中国祭出严厉的经济制裁。从近期俄乌战争的情形就能略窥一二。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洲联手对俄实施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大量俄罗斯海外资产被冻结，关键技术和产品禁运，大批西方企业纷纷退出俄罗斯市场。试想，如果类似的制裁措施落在中国头上，会是何等局面？首先，美元和欧元等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反制将是毁灭性的。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海外资产，一旦美国冻结中国在海外的资金，限制中国银行进入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中国的对外贸易将瞬间陷入瘫痪。中国每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相当大的比重，失去正常贸易结算渠道，制造业和出口行业将遭受灭顶之灾。同时，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也会受阻。中国是石油和粮食净进口国，海上能源通道一旦被美日封锁或者国际制裁阻断，国内能源短缺和物价飞涨将接踵而至。这不是几个月能解决的问题，长期看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其次，外国资本的撤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年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设厂投资，不少国际品牌的供应链深深扎根中国。如果北京当局对台动武，跨国企业必然人心惶惶。即使西方政府不强制要求企业撤离，中国本土的战时状态和不确定性也会吓跑很多投资者。想象一下，战争阴云下，国际航班停飞，海运受阻，市场需求暴跌，法治环境急剧恶化，这样的经营环境，哪个外商还敢留下？外资的大规模撤出将直接导致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资本外流和税收锐减，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而且一旦企业退出，要再让他们回来恐怕非常困难。供应链一旦转移到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印度等，中国将永久失去这些生产订单和就业机会。再次，武统台湾可能引发国内外投资市场信心崩溃，
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和富商也会因为战争前景而转移资产，减少投资，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很可能暴跌，人民币汇率也会承受巨大压力，资本管制即使严厉，也难挡市场恐慌情绪。可以说，发动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不亚于一次金融风暴。北京多年辛苦创造的繁荣成果，可能在战争与制裁的双重打击下一夕归零。如此严重的经济代价，真是北京敢贸然用武的重大顾虑之一。正因为如此，有分析指出，中南海迟迟不敢对台动手，经济账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讨论台海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更大的背景，那就是当今的中美战略对抗格局。在冷战结束数十年后，中美两国如今正渐渐走向一种新冷战或战略竞争态势，而台湾问题正处于这场对抗的中心地带，成为双方都密切关注的一条红线。对北京而言，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是民族统一大业，甚至被视作关系到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大议题。北京多次强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防止台湾独立，并且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公开写明如果出现台独等情况，将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意味着，在北京眼中，台海局势某些底线是绝不能碰触的，比如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外国军队驻扎台湾等等，这些都是中方的红线。而对美国来说，台湾则被纳入其印太战略的整体框架。华盛顿虽然在1979年与北京建交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同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持续支持台湾防御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官方至今奉行所谓战略模糊政策，不明确说明在台海发生战争时是否出兵相助，但从美国近年的种种举动看，已经把防范中国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作为一条不可退让的红线。特别是在中美整体对抗加剧的背景下，台湾被视为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也是美国遏制中国海洋扩张的前沿阵地。美国决策圈普遍认为，一旦台湾落入北京之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体系和威慑力都会遭到沉重打击，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平衡将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这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其实都把台湾问题视作对自身至关重要的红线，北京绝不容忍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则绝不容许北京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平衡。双方在台海问题上言辞激烈，但又都相当谨慎，因为任何一方稍有越界，就可能引发直接冲突。就像两列迎面而来的火车都亮着警灯，却都不敢轻易冲过那根中间的红线。近年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其实都是在这根红线附近的试探和博弈。比如2022年佩洛西访台，引发大陆大规模军演，导弹飞越台湾上空；又比如美国不断有议员、高官访台，美军军舰穿越台海，以及中国军机几乎天天绕台巡航。这些举动都在刺激对方的神经，但双方仍有所克制，没有真正擦枪走火。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彼此都深知台海是两国对抗的敏感点，一旦在这里爆发冲突，就等同于中美两大强权在亚太直接对决，那将是灾难性的。对北京来说，他们既想恐吓台湾，威慑美国，以阻止台独倾向，又不敢贸然真的打响第一枪，因为那意味着踩过中美战争的红线。对华盛顿而言，他们要挺住盟友和国会的压力，一方面对台湾表示支持，增强下阻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刺激北京直接动武。同样是在红线边缘小心拿捏火候，这样的战略博弈使得台海虽然危机四伏，但始终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和平。为何台湾问题能成为如此牵动各方神经的焦点？这与台湾本身的战略地位密切相关。台湾之所以举足轻重，既有地缘战略上的意义，也有经济科技方面的价值，还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象征意义。从地缘战略来看，台湾的位置实在太关键了。打开地图一看，台湾恰好位于东亚第一岛链的中心点，北边不远是日本琉球群岛，南边隔着巴士海峡就是菲律宾。台湾宛如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横卧在中国通往太平洋的要道上。如果北京拿下台湾，
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就能以台湾为前进基地，直接将军事触角伸向西太平洋深处，对日本、关岛甚至更远的太平洋岛屿形成威慑。届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将被撕开一个巨大缺口，第二岛链甚至夏威夷都可能感受到压力。因此，台湾在军事上是扼守中国出海口和美军西进的重要战略要地。正因为如此，美国和日本绝不会轻易让台湾落入北京之手，否则整个亚太的战略平衡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地理位置，台湾的经济和科技价值也不容忽视。众所周知，台湾是全球高科技产业的重镇，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居于霸主地位。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如台积电等，供应着全世界极大比例的先进芯片。一旦台湾发生战争，不仅台湾本身的经济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全球科技产业链也将陷入混乱。更别说，如果北京掌控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那将使中国大陆在科技上获得巨大利益，同时其他国家会面临供应链被卡脖子的危险。当然，在现实中，台海一旦开战，这些高科技工厂很可能反而会被破坏殆尽，成为废墟，因此各国才更不希望战争发生。然而无论如何，台湾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提高了各国干预的意愿，毕竟谁都不愿见到自己依赖的芯片突然断供。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台湾的分量同样不轻。台湾是一个在华人社会中运行成功的民主政体，与大陆的威权体制形成了鲜明对照。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而言，台湾是自由民主在东方的一面旗帜，也是证明华人社会可以实行民主的重要案例。如果台湾被北京以武力征服，西方民主国家会视之为威权对民主的一次重大打击，因此绝不会坐视不管。相反，他们会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捍卫台湾，既是捍卫一个小国的自由，也是捍卫民主价值在全球的信誉。同样地，对北京而言，台湾的存在本身就有某种制度比拼的意味。尽管北京强调统一大义，但也深知台湾多年繁荣发展的事实，等于是在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另类中国长期存在且更加自由富足，确实让北京脸上无光。因此从意识形态角度，北京也有动机想拿下台湾，消除这个对比。然而正因为台湾涉及如此复杂的战略、经济、价值因素，各方才更加慎重。台湾就像一块多米诺骨牌，只要一倒，下游影响深远，没人敢轻易推动它倒下。美国虽然对台湾采取战略模糊政策，但通过各种实际行动暗示了对台防卫的决心，这其中隐藏的潜台词值得剖析。首先，尽管美国没有明说一定保卫台湾，但一直在强化台海军事准备。一方面，美国持续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台湾的防卫力量，将台湾武装成刺猬，让解放军即使登陆也会陷入长期苦战。美军还据报道派出人员协助台军训练，可见绝非袖手旁观。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多次在亚洲举行联合军演，战舰频繁穿越台海，用实际行动告诉北京，如果你动武，我们和盟友随时可能介入。其次，总统拜登上任后曾多次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攻台，美国将防卫台湾。虽然事后官方澄清政策未变，但这样的表态实际上透露出相当清晰的信号，潜台词无非是告诉北京，不要心存侥幸，美国不会坐视不管。这比过去模棱两可的说法更具威慑力。北京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只是嘴上抗议美国模糊变清晰，但不得不认真考虑美军介入的可能。最后，美国整体战略重心早已转向印太，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同盟网络不断强化。日本冲绳、关岛的美军基地在加强战备，澳大利亚、菲律宾与美国的合作更加紧密，美英澳建立 AUKUS 联盟，都是为了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美国的潜台词很明确，保持台海现状符合美国利益，一旦北京试图以武力打破现状，美方将竭力阻止。华盛顿真正承诺的是维护台海现状，这意味着只要台湾不主动宣告独立，美国就不挑起战端。但如果北京先动手，美国的威慑就会变成实际行动。对北京来说，这无异于设下了一道险峻的红线。台海之战如果爆发，不仅是军事与经济的较量，
更会引爆全球舆论海啸，带来民主国家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以想象，当电视上出现台北燃烧、市民逃难的画面时，国际社会会作何反应？首先，国际舆论几乎肯定一边倒谴责北京攻台，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全球谴责一样，中国对台湾动武将被视为公然的侵略。各国媒体报道平民伤亡、难民潮的悲剧画面，会引发全球的同情和愤慨。北京将背负沉重的道义指责，成为众矢之的。这对一直想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中国而言，无疑得不偿失。其次，民主阵营国家势必形成统一战线，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和反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不仅自己会出手，还会拉拢更多国家一起施压。欧洲国家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印太安全，台海开战时，他们很可能在外交和经济上配合美国制裁中国。民主国家甚至可能组建援台联盟，像支援乌克兰那样提供武器、情报和人道援助。中国因此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决裂，几乎变成与世界对立的一方。再次，周边邻国也将人人自危，区域局势全面紧张。日本可能借机大幅扩军备战，韩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各国会加倍依靠美国保护，印度或许也趁机在中印边境牵制中国。中国武统台湾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地区军备竞赛加剧，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中国本已因南海、新疆、香港等问题与西方关系紧张，若再背上侵略台湾的恶名，中美、中欧关系都将跌到冰点。届时能站在中国一边的，恐怕只有极少数如俄罗斯、朝鲜这样的国家。中国将失去绝大部分国际市场和合作机会，长期发展蒙上阴影。最后，攻台还可能标志着全球新冷战的正式爆发，世界将重新分裂为两个互不信任的对立阵营，国际合作体系崩解，全球化严重倒退。这种前景极为严峻，绝非北京愿意见到。因此，国际舆论和民主国家的连锁反应，也是让北京在武统问题上心生顾忌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外部因素，北京还必须考虑国内的不稳定和政治风险。如果对台开战，不仅国际形势险恶，国内也将波涛汹涌，这甚至关系到中共政权自身的生死存亡。首先，战争一起，中国社会将进入战时状态。长期享受和平的民众突然要面临征兵动员、伤亡通知，社会心理会遭受巨大冲击。开始时，也许民间民族主义高涨，但当真有大量官兵阵亡消息传回，胜利迟迟看不到时，民意很可能从狂热转为质疑，甚至反对。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如此，一旦战事陷入僵局，国内支持就会迅速瓦解。在中国这样高度控制言论的国家，一旦压抑的怨愤爆发出来，威力将格外大。决策者不能不担心，武统一旦不顺，民众的不满情绪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其次，战争引发的经济崩溃和民生困苦也会极大冲击稳定。失业潮、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停电、油荒等问题，任何一项都足以引发民怨。而如种困难叠加，全国可能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下行或严厉防疫时，已经出现过民众抗议。如今若因战争导致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大规模骚乱并非不可想象。中共素来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可武统台湾恰恰会带来无法控制的长期不稳定，这怎能不令当局忧虑？再者，党内政治风险同样突出。习近平把统一台湾视为历史使命，但其他高层未必愿陪他冒险。一旦攻台成为惨败或泥潭，最高领导人威信将遭重挫，党内可能出现反对声音甚至权力斗争。专制政权在战争失败后内部倒戈的例子古今中外不少见。如果战局对中国不利，一些潜在的政敌或元老可能趁机逼宫，要求更换领导层来挽救局面。对于执政者来说，贸然发动战争可能赔上自己的权利和性命，这绝对是最大的政治风险。最后，战争还会考验中共对舆论的控制力。官方固然会极力鼓动民族主义，塑造胜利正义的叙事，但真刀真枪干起来后，若战况不如人意，这种宣传恐怕维持不住，反而引发民众强烈的心理落差。现代通讯技术发达，
前线消息就算严密封锁，也难免泄露。一旦人民发现实际战况与官方宣传相去甚远，愤怒和失望情绪将难以抑制，外战很可能激化为内乱。这无疑是北京最不愿面对的局面。总之，国内种种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北京决策武统时极为现实的顾虑。如果一场对外战争最后引火烧身，导致政权动摇，那显然是得不偿失。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内顾之忧未解，北京又怎敢轻启战端？综合以上种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北京至今迟迟没有对台湾动武，绝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军事上的巨大风险，经济上的沉重代价，国际环境的强大压力，以及国内的不确定性，都令北京投鼠忌器。在这一系列掣肘之下，中国领导人纵然心有统一台湾的雄心壮志，却也不敢轻启战端。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北京目前是能拖则拖，能吓唬就吓唬，但绝对不首先开火。一位美国专家的评论可谓一语道破了其中的核心原因。这位专家指出，北京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并不是因为不想统一台湾，而是因为一旦发动战争，他们可能失去的东西远比得到的多。简单来说，就是赔不起3个字。具体而言，这位美国专家预判，如果习近平下令对台开战，初期或许能够占据军事上的一时优势，但随着美国和盟友的介入，以及战争的持久化，中国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即使武力夺下台湾，也因战争带来的综合打击而元气大伤，国力衰退数十年，得不偿失。更悲观的可能，则是战争失败，导致中共政权威信扫地，甚至出现内部崩溃。在这位专家看来，北京高层其实明白这一点，所以才迟迟按兵不动，更多采取灰色地带的恫吓战术，而非真正开战。正如这位美国专家警告的那样，如果北京妄动刀兵，那么等待他们的结局将是自己政权的垮台。据说当这句话在论坛上说出时，全场一片寂静，大家意识到这听似夸张的一句话，恐怕正道出了隐藏在台海局势背后的关键真相，那就是北京当局有所忌惮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对自身生存的担忧。那么未来会怎样呢？当然，没有人能给出现成答案，美国专家们也只是各抒己见，有的甚至认为北京可能在某个节点孤注一掷。然而多数理性的分析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北京仍将谨慎行事，通过恐吓和外交手段来渐渐削弱台湾的抗拒，而不太可能贸然发动大规模入侵。正因如此，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的表象，但这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台海宛如一枚险象环生的棋子，只要国际格局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让紧张局势升温。我们只能希望两岸和各相关大国都继续保持克制，让理性战胜冲动。归根结底，中国不敢贸然武统台湾，不是因为放弃了统一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的代价过于高昂。正如那位美国专家一语道破的，发动台海战争将可能断送的不仅是台湾的未来，更是中国自身的未来。与其同归于尽，不如继续寻找别的出路。这或许就是当下台海局势得以维持微妙和平的真正原因。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对这场博弈有何看法呢？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我们静观未来，但愿理智与和平能够最终胜出。